资本的角力都是鲜血，拿奖就像吃生菜的细节狂魔文牧野，居然因为悲催的易烊千玺做了一遍上吐下泻的过山车，能力与获奖跟营销和市场无关，倒是跟资本和风向把酒言欢。在视角永恒359度的新万我的眼里，文牧野的奇迹笨小孩跟王一博的热烈前期、中期和后期的套路都是几乎一样的，即便文牧野的扎实不是大鹏能比的。可见无需脑回路的简单剧情完全不是资本的第一考量，流量的置换和易入的受众才是大盘调整的纵深化方向。因此，易烊千玺的意外让资本的另外一个宠儿成了替补，让王一博的热舞意外中加了个包袱。电影圈好乱，让电视圈的赵丽颖也歪打正着，难得糊涂了。老戏骨徐峥说，文牧野是天生要做导演的人。大导演宁浩说，文牧野有着特别强烈的现实主义的刻画能力。所谓懂的人必须懂，文牧野的能力堪称有目共睹。那么，为什么开年伊始就因为主流加顶流的易烊千玺的缘故，变得超级大热的奇迹笨小孩，在第36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上大热提名，意外收场了呢？您又觉得，同样主流加顶流的王一博，为什么会爽快接受了建筑大学毕业的跨界导演大鹏的邀请，无缝进入了热烈剧组呢？资源置换的事情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新万我之前也深入深扒探讨过赵丽颖的一些进退得失，都跟资本息息相关。这个世界是现实的，不是单纯由理想组成的。可以说，24小时戏精在线的导演大鹏是个资本的宠儿。因为聪明的他一早就从东北喜剧王赵本山身上掌握了快速致富的密码，即便他的喜剧细胞跟天生天赋异禀的赵本山本尊相差10万8千里，所以无论如何，成功搭上王一博这条线的他物尽其用，宣传全开。那么他想得到什么呢？很简单，就是奇迹笨小孩原先设定的那样，而且喜剧全才黄渤的金字招牌，也正是相当念旧的王一博进阶路上极其需要的。所以资本的红绳都是环环相扣，丝毫不差的。只是魔幻的2022年，巨变的风气和导向，让易烊千玺成功连累了奇迹笨小孩，也让热烈非常红糯香甜的利益不再是3赢4赢的最初大饼了。正所谓一个百花奖，多少人间事，注定很多人也没有留意到，脸上都是冷峻，眼里都是阴郁的演技派硬汉胡军，同样因为一件赵丽颖、王一博，所有艺人都有可能入坑的糟心事，连自己百花奖的提名也被连带着取消了。当然了，胡军本人还没有对此做出回应，正在悲催当中无法自拔。要知道，而在之前，胡军可是今年百花奖最佳男配角奖的大热门，而且很有可能摘得今年最佳男配桂冠。结果呢，胡军因为所代言的久富旗下的一款名叫悟空的理财产品一同爆雷了。后者疑似涉及到了34万的受害者，共计390亿元的巨量欺诈金额。代言是个坑，艺人来填坑，一个百花奖算是帮大家再次洗了一遍自己的眼睛。有趣的是，百花奖最佳男配角奖刷下了大热胡军，刷下了大热易烊千玺，剩下的就是奇妙的平衡数了。于是乎，文牧野的奇迹笨小孩，除了他自己，居然还让演技成迷的8岁小姑娘站上了这个最高的舞台。熟悉本频道的人都知道，深万我开篇聊过这部奇迹笨小孩，故事线极简，内心戏不多。当时深万我就认为王一博的热烈真的有迹可循，结果这条冲奖的快车线居然是主驾驶跳车，乘客为冲线的结局。这结局，深万我就算有2副清奇脑回路也绝对不够使的，因为我实在回忆不起来这位8岁的陈哈林到底在哪里出彩了。对比另外一个童星，他简直弱爆了，恐怕赵丽颖也只能慨叹别人家的孩子了。2022年的这届第36届的百花奖在武汉落下帷幕之后，很多的娱乐圈水分都挤出了状如喷泉般的高高的水花。百花奖作为内地影响力最高的奖项，得到广泛的关注自不必说，尤其是获奖者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本届百花奖也是诞生了一位最年轻出来，她就是年仅8岁的陈哈林。这位2013年出生的小姑娘一举拿下了百花奖最佳新人奖，而8岁也是最佳新人奖年龄最小的女演员。陈哈林在《奇迹笨小孩》中饰演主角易烊千玺的妹妹景彤，而她也是凭借这个角色
击败送你一睹小红花中的刘浩存和我的父辈中人斯诺，成功拿到这个奖项。因此，陈哈林的获奖毫无意外地遭到了一众网友的调侃。有网友说道：“没钱怎么当童星？”还有网友说道：“演员不就是应该以演技为标杆吗？什么时候年纪小就不让说了呢？”还有人更说，陈哈林夺奖并非是演技，而是背后的资本把他推上去的。上一个拿到最佳新人的，刚好是和陈哈林在《奇迹笨小孩》中对戏的易烊千玺，因此这也被不少网友视作是资本推手的证据。申万，我只能说，这届的网友真的不好骗了，个个都比拿钱办事、收款说话的娱乐大 V 活得通透明白。自从百花奖的结果出炉之后，包括这个最佳奖项，几乎所有的获奖演员和影片都受到了质疑，甚至只是提名的刘浩存，从提名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成为部分网友的眼中钉。因为刘浩存的梗，申万我也没少聊，就不再连篇赘述了。当然，有人觉得陈哈林不应该获奖，也有网友觉得陈哈林实至名归，也有很多人称赞陈哈林未来可期，演技很棒。这种两极的态度很明显，视角是不一样的。如果您实际看过陈哈林获奖的这部电影，或许您会被他的表演所打动，会感叹小小年纪竟然如此有实力，未来真的是不敢想象。这就像不同人的泪点有高有低，一模一样。奇迹笨小孩讲的是易烊千玺饰演的哥哥景浩，为了让妹妹陈哈林饰演的景彤过上好生活而努力打拼，和一群普通人一起创业的故事。电影中的景彤身患先天性心脏病，而哥哥景浩为了给他凑足35万治病钱，在深圳拼命打工，兄妹情非常的打动人心，故事线超级地气，也超级简单。电影播出之后，小哈林的表演也得到了观众们的部分好评，当然了，还得到了专业影评人的交口称赞，尤其是和易烊千玺直接细腻的兄妹情展现得相当用力和认真。申万，我只能说，易烊千玺扮丑真的非常有 feel， 当一个人对自己狠的时候，就特别像真实发生的一样了，于是乎让观众带入到影片当中就相当容易了。这一直都是申万我提醒王炸弟弟王一博的一模一样，因为酷虽然让人感觉兴奋，但有距离，酷容易让人感同身受，没有距离，这是必须的正剧演员之路。小景彤的病情是整个故事线的导引，因此苦难和担心牢牢地抓着观众的心，这也让这个小小演员的机会更加放大了。虽然小朋友现在遭到了网友的不同口味和口吻的花式调侃，什么有背景，什么并非实至名归，等等等等。然而，这就是演员的必经之路，也是必修课来的。像张译这种丑星，即便成为了这届影帝，同样还是众口难调，同样因为获奖被网友口诛笔伐。更不要说现在只有8岁，刚刚拍摄了一部电影的陈哈林了，这只是他的开始而已。8岁获奖，真的是已经远远超过了同期的很多人。陈哈林的这个起点明显有些高，这种起点也是阴差阳错的妙。申万，我倒是可以肯定的是，得奖之后，小姑娘的未来肯定是戏路不断的。这一点，无论鬼聪明的赵丽颖，还是鬼聪明的王一博，注定都是入卷之前就已经了然于胸的了。陈哈林从童星做起，一步一步成长为真正的电影演员，最后争取拿下影后，似乎跟一位老前辈路线相同，资本可期。当然了，奇迹笨小孩不是这个小哈林第一次演戏，他早在3岁的时候就上综艺了。2021年，年仅7岁的哈林拍摄的电视剧就已经登上卫视台热播。他的演艺经历或许要比很多成名已久的演员都要长。获奖这件事本身就是心照不宣的水到渠成来的，小哈林早早达到了这种的水平，自自然然的都是要拿奖的，即使面对外界的非议又如何呢？在资本的保驾护航之下，陈哈林还年轻，他也看不到互联网的调侃，甚至也不关心这个奖项意味着什么，他就是来玩的而已。这其实是好的，就不会被外界的舆论所影响，将来可以专心的演戏，一点一点提升自己。有很多演员都是从童星走过来的，比如一位时下热度非凡的老前辈。话说童星大比拼的话，5岁时候的关晓彤分分钟都能躺赢这个陈哈林。2003的一部乡土影片《暖》，关晓彤与生俱来的楚楚动人的小可怜和大眼睛，真的让人心都化了。连同那个让我完全认不出来的日本人香川照之，这对哑巴妇女真的让我过目难忘。
毕生思想，这或许才是电影的魅力，才是经典的分量，这才是王一博跻身电影圈的动力。只是呢，红色体不一定能够成为难忘经典，懂营销不一定能够打造高分影评。当章子怡碰上了国师张艺谋的时候，一种天分加上勤奋，技巧取代取巧的思维模式，未来格局和个人价值就会迅猛形成、茁壮成长了。这个魔幻的年代，很多人的眼界都已经被无情压低了，所以地气盛行、乡土流行成为了最容易击中悲催心灵的治愈偏方。作为娱乐圈流量与能量的存在，无论赵丽颖还是王一博，创造出这种脍炙人口的价值，注定都是未来数年的时代刚需来的。明晃晃的剧情当中的易烊千玺非常懂，只是现实生活中不太明白而已。有人说，活着的意义是创造价值，那么问题来了，这个年代由谁来定义什么是价值呢？现实当中定义价值的人，可以是你爱的人，也可以是爱你的长辈，甚至喜欢指点别人人生的吃瓜网友。现实中，很多人活着的意义，不过是想取得父母的认同、亲戚朋友的认同、社会的认同。于是乎，自己被房贷、车贷压得死死的，对结婚生子的恐惧达到极点。这就是现实最荒谬的地方所在了。懂得这点，了解现实，无疑更加容易让聪明的艺人们把剧情带入现实，把观众拉入剧情。于是乎，经典就可期了。什么时候，当艺人们能够取得自己认同的时候，就能找到自我价值感，跟着资本的指南跑，跟着导演的宣传跑，为观众创造价值的机会就少了。大变局的时代已经来到，娱乐圈的周围已经充斥，布满了巨量的不确定性，风险永远大于机会，选择永远大于努力，向上的难度自不待言。连一向顺风顺水的易烊千玺，居然会因为去年被人高高吹捧的一个正能量动作，被小镇做题家踩在了脚下，推下了神坛。这种魔幻的现实，现实的魔幻，注定没人能够读得懂，更别提背后的各种烧脑、博弈、平衡术了。从易烊千玺、胡军这些演技傍身的人身上，大家都能看到一种雷霆向下的社会风险，也是在成倍的增加当中，一招不慎满盘皆输的几率已经越来越大了。娱乐圈不过小江湖，大江湖更加血淋淋、汗涔涔。不要说一般的中产很容易就滑落到底层，即使妇孺周节、韩公子之流，也难免为自己的嚣张所伤了。权力、财富无一幸免，当凛冬将至，活下来是最重要的。大家这个时候还要什么自行车呢？大江湖如此，小江湖更甚。无论赵丽颖还是王一博，都应该警醒，小心代言，因为活着才有希望。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在《了不起的盖茨比》里的留下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当你想要批评什么人的时候，你要记住，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人都有你所拥有的优势。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个魔幻的世界已经进入到了魔幻的年代，已经开始充满大量的火花和戾气，埋伏下了大量的挑战和伏击。当胡军和易烊千玺因为各式各样的狗血原因，痛失了1年1次的宝贵机会的时候，同样也有人却因此走上了最高的舞台，开启了不同的画卷。潮起潮落，后浪前浪，皆无定数。愿赵丽颖、王一博以及千千万万喜欢他们的人都好好活着，因为活着不易，自由更难。反过来也成立，当你自由的时候，你活着也容易些。